自欧盟方面宣布延期原计划在9月25号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投票以来，20多天时间里，中欧技术团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代表12家中国电动车企业进行谈判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16号晚表示，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存在重大分歧。商务部17号例行记者会透露，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继续下一阶段磋商。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16号晚发表声明指出，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于8月24号代表企业向欧委会提交价格承诺方案，但8轮密集磋商后，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声明中说，欧委会在与中方磋商的同时，又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中国机电商会认为这属于差别对待，不利谈判达成共识。首先，目前单独谈判的企业均在已授权中国机电商会的12家电动汽车企业集团之内，且所有授权企业一致同意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中国机电商会的价格承诺申请。其次，商会向欧委会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已涵盖所有授权企业的方案，并无必要再单独申请。最后，考虑到欧委会在本案初裁和中裁披露中，将企业集团及关联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税率裁定，那么无论是征税措施还是价格承诺，对于企业集团中的所有生产商都不应差别对待。如果欧委会执意单独与个别企业开展价格承诺谈判，很有可能存在以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区别对待企业的问题。中国机电商会指出，欧委会与企业单独开展价格承诺谈判，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目前，中欧价格承诺磋商时间紧迫，同时谈判也将分散资源，延误磋商进程。中国机电商会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带领企业做好价格承诺磋商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行业企业利益。因为如果当这个应诉的这个企业形成合力，就形成一个集团来进行反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欧方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它的这样一个打击力会下降。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欧方往往会采取各个击破，然后呢针对就等于或者说是一起一个税率，一起一个政策来调查。这样的话就是希望由此来让这个被调查企业们相互之间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来可能会牺牲其他的利益，以此来实现一个各个击破。17号，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目前为止，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和灵活性，双方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在等待欧方回复。自今年6月底以来，中欧双方就电动车反补贴案已经进行了10余次司局级技术磋商和2次副部级磋商。9月1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会谈，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一致同意开启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价格承诺磋商。自9月20号开始的20余天中，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共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直至10月12号，中方团队才返回国内。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诚意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才和欧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商谈。这个欧方，我个人觉得，一是他的自己的这个要价比较高，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一直在等待一个或者说一个跟美方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协调。谈判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拖延的这样一个谈判策略，以此来和美方进行一个政策协调。针对中方会不会考虑提高对大排量燃油车关税，何亚东表示，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慎重作出决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豪华轿车都是大排量，因此这一税种又被称为豪车税。在酝酿多月，并在近期携胜利计划接连访问美欧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演讲，介绍了胜利计划。
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称，乌克兰应该认识到所谓的胜利计划将徒劳无功，这是乌克兰的灾难计划。泽连斯基介绍，胜利计划包含5大关键点以及3个秘密要点。计划的核心是乌克兰希望被邀请加入北约。此外，该计划还概述了加强乌克兰国防、实施非核战略威慑方案以及发展乌克兰经济等方面内容。此前曾有媒体披露，乌克兰方面正在进行有关向俄出让部分领土，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获得其他安全保障的秘密讨论。但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不准备进行冻结冲突或任何涉及领土或主权的权衡。他还强调，如果胜利计划能得到支持，乌克兰不迟于明年可以结束战争。Якщо почати рухатися цією ідеєю, з цим конкретним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саме зараз, то може вдатися завершити війну не пізніше, ніж наступного року. 就泽连斯基提出的胜利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现在讨论这一计划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政府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这些计划是徒劳无功的。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иной план,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ирным. Это осознани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есперспективности т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торую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и, скажем так,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ротрезветь и осознать те причин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ли к вот этому конфликту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иде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说，泽连斯基胜利计划是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计划。他还说，这不是胜利计划，而是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的不幸计划。То есть он подталкивает натовцев к прямому конфликту с нашей страной и опять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том,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альнобойного оружия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н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е, кто писали ему эти речевки, осознавали, к чему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зая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были сделаны буквально неделю назад. 泽连斯基近期赴欧美游说胜利计划，目标是为未来与俄罗斯的停火谈判增加筹码。但北约国家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反应冷淡，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不置可否。有分析认为，由于俄乌冲突不是美国大选的焦点议题，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在选前做出新决定，这也让其他国家陷入安静。有乌克兰国内媒体也不看好胜利计划，认为它更像是发给合作伙伴的一份要求清单，而不是赢得战争的战略。但美方也对乌克兰进行了安抚。1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宣布提供新一笔价值4.25亿美元的新武器援助，包含防空系统弹药、地对空弹药以及装甲车等弹药。面对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向美方介绍最新版的胜利计划，白宫没有正面回应。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一名高级外交官当天还对外宣称，如果北约在拜登卸任前向乌克兰发出入约的邀请，将是拜登总统的一份恰当的政治遗产。但观察认为，美方接受可能性很低。北约也对乌方胜利计划仅表示口头声援，